1941年，德军在欧洲战场势如破竹，横扫多国，日军则在亚洲各地犯下累累罪行。若将这两支侵略军队放在一起正面交锋，究竟哪一方战斗力更强？有人认为德军的坦克集群无人能挡，也有人觉得日军的万岁冲锋足够凶悍。因此，从装备、战术、后勤这三大维度来分析这两支侵略军队，可清晰判断其战斗力的高下。首先来看双方陆地上的装备。日军当时的坦克，说难听点就是移动铁皮盒，其主力97式中型坦克，全重仅15吨，比当时的重型卡车还要轻，装甲最厚处仅25毫米，就连步枪子弹都能将其击穿。该坦克配备的那门57毫米短管火炮更是形同虚设，打击美军 M4 谢尔曼中型坦克时如同挠痒，炮弹撞上后会直接弹飞。再看德军，其装甲部队实力堪称装甲狂魔。早在1935年，德军就已摸索出装甲集群冲锋战术，将坦克当作突破防线的尖刀使用。以虎式重型坦克为例，其全重56吨，停在战场上宛如一座小山，102毫米厚的装甲能硬抗盟军大部分火炮的攻击，88毫米主炮更是被誉为坦克杀手。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中，一辆虎式坦克曾创下击毁25辆苏军坦克的纪录。盟军士兵只要看到虎式坦克的轮廓，便会下意识想要躲避。双方步兵武器的差距同样明显，日军步兵装备的38式步枪虽射程较远，但子弹穿透力过强。中国战场的老兵都清楚，若被38式步枪击中，只要未贯穿动脉，伤势通常不会危及生命。而德军的 STG-44突击步枪则完全不同，它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突击步枪，既能像冲锋枪那样实现连发射击，射程又与步枪相近，单枪火力密度是38式步枪的3倍以上。若双方在近距离遭遇，日军士兵根本来不及拼刺刀，就会被 STG-44突击步枪的火力扫倒。在重武器配置上，1943年德军一个装甲师约配备108门火炮，48辆坦克，而日军最精锐的甲级师团仅配备72门火炮，且大多是老式步兵炮，坦克数量不足20辆。由此可见，在武器配置方面，德军如同全副武装的壮汉，日军则顶多算是手持木棍的瘦子，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海军是双方唯一能勉强抗衡的领域，但作战思路却截然不同。日军走的是航母突击路线，1941年时已拥有6艘主力航空母舰，包括赤城号、加贺号等，这些航母组成的联合舰队在太平洋初期战场一度横行无阻。此外，日军还拥有大和级战列舰，其主炮口径达460毫米，一发炮弹便能击沉一艘驱逐舰，曾号称世界最强战列舰。但这艘巨舰最终却沦为摆设。1945年4月，大和号奉命前往冲绳海域作战，刚出海便被美军航母舰载机锁定，最终被炸得浑身起火。沉没前甚至没来得及对美军舰艇开几炮。德军海军则走的是潜艇偷袭路线，其右型潜艇采用狼群战术，多艘潜艇埋伏在大西洋海域，专门袭击盟军的运输船。1942年1年间，德军右型潜艇就炸沉了1160艘盟军商船，险些掐断英国的海上补给线。不过，德军的航母发展极为滞后，唯一一艘在建的700伯爵号航空母舰，直到德国投降都未能完工。水面舰艇方面，德军只能依靠俾斯麦号战列舰撑场面，可这艘战列舰在1941年5月就被英军联合舰队围攻击沉。此后德军水面舰艇再不敢涉足远洋作战。德军的空军在技术层面曾处于领先地位，其Mi 262喷气式战斗机是二战中第一种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，飞行速度比美军 P-51野马战斗机每小时快160公里。盟军飞行员初次见到这种战机时都倍感震惊。但Mi 262战斗机存在2大致命缺陷，一是燃料供应短缺，二是机械故障频发，飞行中时常出现熄火情况。直到二战结束，Mi 262战斗机总共仅击落509架盟军战机，并未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。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在战争初期确实颇具威慑力。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，零式战斗机凭借轻巧灵活的特点，将美军战机打得措手不及。但为了减轻机身重量，零式战斗机不仅未安装装甲，油箱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因此被美军戏称为打火机，一旦被子弹击中就会迅速爆炸。从海空力量表现来看，日军是初期凶猛，后期迅速垮台，德军则是虽有技术亮点，却无法扭转战局。两者都算不上真正的强者，但非要比较的话，德军的技术底蕴仍比日军高出一截。战术层面，
日军当时的作战方式美其名曰玉碎战术，实则是缺乏变通的蛮干。1944年的塞班岛战役中，日军被美军团团包围，指挥官却强行命令士兵发起玉碎冲锋，8000余名日军士兵冲向美军阵地，最终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相比之下，德军的闪电战战术堪称经典。1939年9月，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战，先派遣战机轰炸波兰的机场，使波兰空军战机无法起飞。随后，坦克集群像尖刀一样撕开波兰防线，一路快速推进，最后兵跟进，将包围圈中的波兰军队逐一歼灭。整个作战过程行云流水，波兰军队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，德军仅用36天便迫使波兰投降。后勤保障方面，日军的后勤模式说白了就是以战养战，靠掠夺占领区资源维持补给。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，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展扫荡，见到粮食就抢，见到牲畜就迁。仅1941年1年，日军就从华北地区抢走1000多万吨粮食，当地百姓被逼得只能吃草根、啃树皮。但这种掠夺式的后勤模式只能用来欺负农业国，一旦陷入多线作战，后勤补给便会迅速崩溃。德军的后勤保障则规范得多，坦克集群推进到哪里，补给车队便跟进到哪里。若地面补给受阻，还会动用飞机空投物资。1941年进攻莫斯科前，德军为每个士兵都准备了冬装、防滑靴和加热罐头。虽然德军最终因天气极度严寒未能攻克莫斯科，但至少没有让士兵因冻饿而大量死亡。从实战表现来看，1939年的诺门罕战役中，日军出动2个甲级师团、2个坦克连队，还调派航空兵提供支援。但面对苏军的装甲集群，日军坦克被逐一摧毁，步兵伤亡惨重，最终伤亡达 1.8 万余人，只能被迫求和。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，尽管德军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但战役期间德军曾一度占领斯大林格勒 90% 的区域。作战中，德军装甲部队与空军配合默契，每天能发动数十次进攻。苏军为了打赢这场战役，付出了约112万人的伤亡代价。要知道，苏军在诺门罕战役中能轻松击败日军，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德军打得焦头烂额。这一对比足以说明德军的战斗力远胜日军。如今回顾这段历史，并非为了争论哪支侵略军队更能打，而是要明白，一支真正强大的军队，既需要有敢打敢拼的精神，也需要配备先进的武器装备，更需要灵活的战术和扎实的后勤保障。这三者缺一不可，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强大。